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猛哥蝦蝦叫。今天介紹3種綁鈎子的方式給大家。好，那這個綁鈎子的方式，我們不管用在釣魚、釣蝦都可以，都是綁鈎子的方法。那我們要準備剪刀還有鉗子這2樣工具，然後我會用粗的 PE 線，這為了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，用這個做示範。然後還有細的尼龍線，卡夢線，這就是我們平常在綁比較會用到的線，示範給大家看。來，我們先介紹第一種結。第一種結是我自己比較常用的結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。然後大部分都是用在捕鈎子上嘛，所以我們就叫它捕鈎結好了。來，我們先用 PE 線做示範。好，我們把 PE 線疊在鈎子上方，這個樣子，疊在鈎子上，然後用左手的食指跟拇指捏住它，然後這邊線頭我們就抓適當的長度，然後用右手把它往鈎子的方向帶，從鈎子的底下這邊繞過來。做一個圈圈，這裡做一個圈圈，然後一樣，左手的拇指跟食指捏住它。那接下來其實很簡單，就這一條線對着我們的鈎柄繞圈圈，大概繞5到7圈就可以了。來，我們開始。來，第一圈，這時候第一圈下來的時候，我們左手的中指可以跟左手的食指配合，把這線壓住。好，這樣你右手就可以再繞過來，這邊比較順手。好，來第2圈，一樣，左手的拇指跟食指壓住它。第3圈，第4圈。第5圈，第6圈，好，我們綁6圈就好了。6圈好了以後，我們把這個線頭拉來左手的拇指跟食指這邊，讓它夾住 ，OK。然後我們調整一下這裡的線，這裡的線基本上要從鈎子的內側這裡出來。鈎子內側這樣看 ，OK， 好，這樣捏住以後，我們用右手把這個線結的地方全部都捏住，然後左手就可以放開來了。左手放開，然後這個線頭，這個線頭記得從這個圈圈的這上面。這個上面放進去，這樣子 ，OK。那一般來講的話，我綁到這裡的時候，我是直接把鈎子這樣拿起來，然後用牙齒把這個線頭咬住，然後下方直接這樣拉線。好，那我為了大家看得方便我就這邊就直接這樣拉。不然平常這裡是用牙齒咬住就可以了。OK， 調整一下。這裡有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我們線一定要從鈎柄的內側這裡出來。鈎柄內側，如果是從綁在外側的話，這樣子是不 OK 的。第一個，這樣子。線容易去磨到，被我們前面這個鈎柄去磨到。第二個就是說鈎子的角度它不是很漂亮，我們要把它調到內側這裡來。OK， 調來了。好，我們這一綁好以後，拿鉗子把線頭夾住，然後我們這裡把這結拉緊，這樣
拉一拉。那做這動作的時候，千萬要小心哦，一定要拉緊，不要讓鈎子反彈勾到自己。OK， 這個步驟完以後，還有一個，我會再拿剪刀的這個地方，把鈎子整個抓住，然後再給它吹一下，確保有綁緊。OK， 然後最後再來修線頭，這個線頭你看這個太長了，我們需要修剪一下。那有些人他喜歡把線頭修到很短，修到幾乎都就是沒有線頭了。但是我個人的話，我會留一點點，大概留這樣子，留一點線頭，好，避免說有時候我們重魚啊或什麼可能沒有拉緊，那至少它還有一點點緩衝的空間，可以讓我們線結再縮緊，不會整個鬆脫掉。OK， 這個是我們的補鈎結。來，接下來我用這個尼龍線示範綁給大家看。那為什麼我會叫它補鈎結？當然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啦。那我自己常用的話，例如說，我們在釣魚或釣蝦。本來上面已經有一門鈎子了，但是不小心弄斷或者是怎麼樣，斷掉了。那我們可以快速的將鈎子補上去，不用將整個線組弄下來，所以我會叫它補鈎結。OK， 來用這個線示範給大家看。尼龍線一樣疊在鈎子上，上方。然後捏住這裡，從鈎子的下方這裡過來，做一個小圈圈。好，然後我們就開始繞圈圈了，一圈、兩圈、三圈、四圈、五圈。這次我綁5圈就好了。OK， 捏住，然後右手把這些線結捏起來。OK， 然後線記得從這個方向進去，這很重要哦，要從這個方向進去哦。再跟大家說一次，從這個圈圈的上方這裡放進去。不要從下面這裡，拿出來，不要從下面這裡穿。為什麼？我現在綁給大家看，從上方進去，進去以後，來，線我們把它拉緊，拉緊它。OK， 這樣完成，線頭修一下。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那大家注意看一下我線頭出來的地方，好，鈎子，這線頭看得到嗎？這小線頭出來的地方，它是很順的，順下來，這樣綁才是，這樣順下來，這樣才是成功的。我現在做一個錯誤的示範給大家看。好，我用這條線另外一端綁給大家看，這裡就不做詳細解釋了哈，直接綁。圈 ，OK， 好，5圈完。我們剛剛是從鈎子上方，不是鈎子上方，圈圈的上方進去，對不對？我現在做下方進來，從鈎子下方這裡進來 ，OK，
來，大家比較一下，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。啊，比較一下，看有什麼不一樣。後面這只鈎子是我們正常在綁出來的。好，你看它的線頭出來的是很順。第二個錯誤的示範，你看它的線頭出來是這樣垂直，這樣子是不 OK 的。這樣綁出來的結，綁出來的鈎子它不是很穩，經常會鬆脫掉，而且這個很不順。所以記得最後穿那個圈圈的時候，方向一定要正確。OK， 就這樣。現在為大家介紹第二種結。第二種結常用在於綁雙鈎，一條線上，一條線它要綁雙鈎，或者說我們會比較注意那個線的長短，線頭長短的話，也用這種結。好，我現在用給大家看一下，這個結是這樣子。抓前面的線頭跟後面的線頭，好，這個方向才对。首先線先疊在鈎子下方，這裡是我們最後要拉線的部分。好，這個疊在鈎子的下方，鈎子的下方，然後這一條就是我們最後剩的線頭，這疊在鈎子的上方。這樣子，注意看哦，我現在線頭留這麼長，你看我綁完就是剩下這些，所以這個就是說，我們如果說要比較注重線的長短的話，我們可以用這種結，因為我們比較好控制線頭的長短。OK， 我重新說一次，出來的線我們要拉的線，好，在鈎子的下方。然後這裡固定的線頭在鈎子的上方 ，OK。然後左手捏住這兩條線，右手開始繞圈圈，一樣5到7圈，1圈、2圈、3圈、4圈、5圈，5圈好了以後，來這裡往後拉。好，用左手的食指跟拇指捏住，然後右手這裡把線頭轉到鈎柄下來。好，我們千萬記得，就是綁任何鈎子啊，線都是從鈎柄內側出來的。好，然後直接拉。拉到底 ，OK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線頭地方，線頭是不是跟我們一開始預留的長度是一樣的？所以說，如果說要控制線的長度的話，或者說你都要綁一樣長度的指線一樣長度的話，用這種結會比較好控制。OK。好，綁完以後來看一下，線是從鈎子內側出來的，這樣就沒問題。然後一樣拿鉗子夾住線頭，拉緊。最後這個動作也是不能少的，拉緊。OK， 這樣就完成了。那來。因為剛說這是綁雙鈎嘛，來，我再示範一下綁另外一頭是怎樣。另外一頭一樣，我們要拉的這條線，它線一定是從這裡出去，這樣變成雙鈎，所以鈎子要放在這邊，好，疊在鈎子的上方，然後線頭固定線頭這裡，抱歉，我剛講錯，是疊在鈎子的下方。好，這樣子，固定線頭的疊在鈎子的上方，
OK， 來繞個5圈吧，1、2、3、4、5圈好了以後，來拉到左手的食指、拇指這邊，壓住，直接拉線，拉到底。OK， 調整一下線出來的位置，這樣子就 OK 了。鉗子夾一下，鉗子拉緊，然後再用剪刀固定住，梳一下。OK， 這樣就好了。這就是一個雙鈎的綁法，綁雙鈎。來，我用尼龍線示範一次。來，線在鈎子的下方，線固定線頭的在鈎子的上方。好，都捏住了以後，從下這樣開始繞圈圈，1圈、2圈。好，如果這一條線會跑的話，我們就先用左手的中指跟食指把我們繞圈的線頭固定住，然後把它調整一下，好，調下來，不要讓它跑。3圈，或者右手可以輔助一下，4圈。5圈、6圈、7圈，就是綁個7圈。好，然後線拉到鈎子這裡，用食指跟拇指捏住，然後這一條線拉。好，這種綁鈎子方法雖然很快速，而且又可以固定我們的直線長度，比較好控制。但是它還是有個缺點，就是說，我現在這個動作，我這整條線它都必須通過這個線結，所以基本上它線可能多少都會有點磨到，可能怕會有一點點受傷。那其實我們這時候可以沾點口水，或者是加點水，讓它磨損不要這麼厲害。OK， 這樣就完成了，拉緊。線頭調整好 ，OK， 修一下線頭，拉一下，这樣就完成了，這樣就完成了。現在為大家介紹第3種結法，這個叫繞指法。好，這個結的話，我們鈎子抓這個方向，然後做一個圈，好，線都在鈎子的上方，線在鈎子的上方，繞個圈，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線頭，好。抓一個長度 ，OK， 這樣子好。然後圈的大小自己也稍微抓一下，你方便操作就好了。然後這些都是在鈎子的上方哦，線都在鈎子的上方。然後我們用右手的食指跟中指這2隻，由下往上套到剛剛這個圈。OK， 那我們要開始繞了。那怎麼繞？先把手指這食指跟中指打開，然後轉，好，然後往下到最下面的時候，2隻手再併攏，然後再把這個繞上來，然後再打開，不對，再給它打開，對，這個方向打開，繞，再下去，併攏。上來，打開，繞，下去，併攏，上來，
打開，轉下去，上來，好，再打開，下去，上來，好，這樣我們好像繞了好幾圈了，大概就這樣操作。OK， 這樣好以後，最後我們把用左手把這個下面這個拉住，好，先把它固定住，然後這裡線拉一下，右手把這裡的結都抓緊，然後左手拉，好，拉 ，OK， 再換這一邊，這邊也拉，好，把它拉緊，調整一下鈎子出來的方向，對，在鈎柄裡面，鉗子捏住，右手出力，把它拉緊，然後往下推，用剪刀扣住，下拉 ，OK， 這樣子就完成了，這樣子就完成了。線頭修一下。OK， 我們看一下這個結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有人說這個結是最厲害的結，啊，為什麼？你看，因為它的線，這樣看得清楚嗎？它的線都是包在這個結裡面，線都是包在這個結裡面。那我看一下我們剛才前面兩種結綁出來的結。哦，它有什麼不一樣？這樣看得出來吧？這個是我們繞直把綁出來的，這個是我們一般結綁出來的。你看它有一條線繞在外面，好，這兩種不一樣。好，我們用尼龍線來綁繞直把給大家看。OK， 鈎子這個方向，啊。線疊在鈎子上方，抓適當的圈大小。抱歉，我抓錯方向了。這樣子，好，線是從這裡來，繞過來，抓適當的圈，做適當的大小。再多一點吧。這樣子 ，OK， 來右手的食指跟中指由下往上傳進來，好，然後打開來下去哈，再張開轉，好，再張開轉下來，張開來。轉下來，張開來，轉下去，張開，轉下去。OK， 這樣子，這裡先抓住，用右手把線結捏好，好，左手就可以放開了，然後再用左手把線拉緊。OK。然後換左手去接這個，然後那一團結，右手這邊再拉一下 ，OK， 這樣就好了。鉗子拉緊，好，這樣就完成了。這就是滾直法。繞直法。節目最後，我要為大家演示如何從我們不要的或者打結的線組中，將太空豆取出來再利用。上次我們有朋友在留言中提到，說想要了解如何將太空豆重複再使用，那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。我們要準備一個這個東西，
這個就是我們平常用過的太空豆。好，上面有空的，這等一下我們會這個這樣看得到吧？這個有空的，等一下我們會利用到。好，那現在我就模擬一個我們打結的線組。好，這是我們打得亂七八糟的線組。好，我們稍微整理一下，把我們要的東西整理出來。太空豆，我們要的是太空豆。对。這裡有一個就是我們釣蝦線頭的這個太空豆，這個很好解。好，你看，這是線頭節嘛，線頭節上面的太空豆。來，我們把剛才這個東西拿過來，好，把這個東西套在這個鐵絲上面，就像我們平常在用太空豆一樣，慢慢把它拉過去，推過去，啊，可以再前面一點，來這樣慢慢把它拉過去。好，這裡我慢動作給大家看，慢慢拉過來。OK， 好，這樣就解出了一個，啊，這個太空豆。其他的，來，我再來解其他的。其他的我們再整理出来。哦，這裡還有一顆，好，這裡還有一顆我們要解。這裡也有，它解了，我們把它打開來，鬆開來。好，那其他沒有必要的地方，我們就先剪掉，這樣才不會太亂。好，線可以留長，盡量留長。OK， 其他這線組我都剪掉，不用了。來，我看一下哈，我们从这個方向解好了。來，先把這些太空豆都往後推，把太空豆都先往後推。好，我們線留了一點長度以後，在前面我們打一個線頭結。這是我們平常釣蝦前面的線頭結，兩條線對折，我們可以稍微抓長一點沒關係。這線結綁大一點。好，兩條線對折，然後打一個平結。好，稍微大一點沒關係。然後拉緊哦，拉緊 ，OK。然後這個線頭稍微修一點，好，這樣子。那我們就是慢慢把這個太空豆往前推，哦，到這個線結的這個結頭的地方要小心，因為有時候太空豆會一直把它往上推掉。那我們自己稍微控制一下力道，好，把它往上推，好，推過來了，好，看到，這樣子，推過來，好，然後再把剛剛這個拿出來，套上去，再推，再把太空豆這樣推過來。推到鐵絲裡，好，推進來，這樣子。好，看我們收了2顆了。那如果說臨時沒有這個東西的話，我們用線收也可以啦。我
把剛才的背線再拿出來。這是我們剛才的釣蝦前面的線頭節嘛。來，我們繼續推這裡的太空豆，推過來，好，推過這個結，推過這個結，能看得到嗎？推過這個結，推過來 ，OK。推過來了，然後再把這個線頭結套上去，套過去，然後我們繼續推。其實也不用了，我們把它推過來以後，下面再推過來。哦，不對，還是要，因為這裡有個別針加八字環。這個我們等一下要拿掉，所以還是要裝在別的上面。好，套過來以後穿 ，OK， 這樣就回收到這條線上。然後這個東西我們用不到，拿掉。來，這個繼續推到前面，好，再套到這裡來，拉過來，好，這個就是我們回收回來的，這裡有2顆。這裡有2顆太空豆，然後還有這裡剛剛回收的2顆。哦，回收動作大概就是這樣子，不是很難啦。但是其實我不是很建議說把太空豆回收再用，因為我們這樣一直穿過這個比較大的這個結，好，會把我們的太空豆，變得怎麼講？它緊度可能就沒有那麼好了。所以說，如果沒有必要的話，我覺得還是換新的就好了。除非說臨時，例如說我們今天在外面釣魚或釣蝦，臨時已經沒有太空豆了，那可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回收一下。好，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，謝謝大家觀看，謝謝。